大家好，我是晴子，很高兴又见面啦，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就在前2天，2026年2月24号，东京股市那叫一个惨不忍睹，早盘一开始就彻底崩了。原本热热闹闹跳动的交易荧幕，瞬间就跟被按下了停播键似的，大盘死一般的寂静。紧接着就是指数断崖式暴跌，看得人头皮发麻。其中最惨的就是日本重工业巨头三菱重工，股价突然跳水，一度重挫 3.6%， 市值蒸发几十亿美元。紧接着川崎重工和 IHI 集团的跌幅更是一路扩大，直接干到 5% 以上，股价跌得跟坐过山车似的，拦都拦不住。同一时间，日本外务省的电话线都快被打爆了，那些平时趾高气扬的官员一个个急得跳脚，四处奔走，连夜向中方抗议，那慌乱劲儿活像天要塌下来了似的。大家肯定要问了，到底出了什么大事儿，能让整个东京政商界一瞬间如临大敌，乱作一团？答案很简单，就2张纸，直接把三菱造船、川崎重工、IHI、日本电器 NEC 等20家日本重量级企业死死定在了中方出口管制的黑名单上，甚至连咱们大家最熟悉的平时卖家用休旅车的速霸陆都被列入了重点关注名单。今天咱们就好好唠唠北京这2刀到底切到了日本的哪根死穴，能让东京股市直接吓懵，日本政客急得团团转。高市早苗最怕的事儿是不是真的来了？而北京这招隔山打牛，表面上制裁的是日本企业，真正打痛的又到底是谁？首先我得跟大家说清楚，北京这次的出手绝对不是一时兴起，更不是简单的断供那么简单，这根本就是一记精准的断路器，直接掐住了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命门。很多人可能不明白，这些被制裁的企业明明都是日本的军工大户，造导弹、造战机、造军舰的，为什么股价暴跌，政客急疯？核心原因就一个，这些巨头虽然靠军工撑场面，但他们利润的大头其实全来自中国的民用市场。说白了，投资人怕的不是他们造不出导弹，怕的是这些企业一旦被列入中方的出口管制清单，他们在中国的空调、汽车、机械设备、forklift 这些民用业务就会彻底崩盘。大家想想，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人口多，需求旺，这些日本企业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一旦失去这个市场，全世界成千上万的替代者就会瞬间冲进来，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白。到时候这些日本巨头别说造导弹了，能不能活下去都是个问题。这才是让东京股市吓破胆，让日本政客急疯的根本原因。北京这一招高明就高明在这儿，不跟你打外交嘴仗，不跟你搞虚的，直接精准打击你的经济命脉，直击你的国家战略软肋。这根本就是一场针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精准截肢手术，刀刀致命，还让你无从反驳。可能有人会问，咱们为什么要突然出手？其实不是突然，是日本右翼政府太过分，一次次踩红线，一次次挑衅，把北京的容忍当成了软弱。这一切的导火线就是日本政坛近期的疯狂操作，尤其是高市早苗上台后的一系列骚操作，绝对不是一时兴起的政治作秀，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国家暴走，是日本右翼企图重拾军国主义旧梦的危险信号。大家都知道，日本有个和平宪法第9条，明确规定日本放弃战争，不维持军事力量，不拥有宣战权。这是2战后国际社会给日本套上的紧箍咒，就是为了防止他再次走上军国主义的老路。但现在日本右翼正在玩一场极度危险的偷换概念，把和平宪法第9条当成了随时可以跨过去的门槛，当成了一张废纸。高市早苗一上台就疯狂炒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天天在公开场合喊这句口号，听得人火大。他为什么要喊这句？说白了就是故意制造恐慌，把外部环境描绘得无比恐怖，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地给日本老百姓洗脑，才能让日本的防卫预算一路狂飙，直接突破9兆日元的天价。大家可别以为这笔钱是用来买防弹衣保护老百姓的，根本不是。这笔钱全被用来买大杀器，用来扩军备战，用来打造攻击性军事力量。
高市早苗的野心早就藏不住了。在军事布局上，日本的动作更是堪称贴脸输出，嚣张到了极点。大家打开地图看看，日本正在把西南诸岛，也就是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硬生生打造成对准台海的刺猬阵。这些岛屿距离台湾还不到200公里，相当于从北京到天津的距离。现在这些岛上不仅塞满了日本最先进的防空导弹、反舰导弹，还部署了神秘的电子战部队，24小时盯着台海和中国沿海的一举一动，简直就是把枪口直接顶在了咱们的家门口。更狠的还在后面，日本防卫省最近正在大批量扫获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一口气买了好几百枚，同时还砸重金升级自家的1、2式陆基反舰导弹，把射程从原来的几百公里直接拉长到1000公里以上。大家想想，这意味着什么？这根本不只是能覆盖台湾海峡，而是能直接打到中国大陆沿海的核心城市，比如上海、广州、深圳。这哪里是专守防卫？这分明就是赤裸裸的挑衅，是准备发动进攻的节奏。更可笑的是，日本还大张旗鼓地把航空自卫队改名叫航空宇宙自卫队，说白了就是想染指太空，搞太空军事化，还在冲绳周边跟美军频繁搞夺岛演习，动不动就秀肌肉，摆出一副要打仗的样子。家人们，这哪里是一个标榜和平主义的国家该做的事儿？这根本就是把2战后锁在盒子里的那把武士刀重新拔了出来，而且已经把刀刃架在了别人的大门口，野心昭然若揭。高市早苗政府的算盘打的那叫一个精，精到骨子里了。他就是想借着美国的默许，趁着中美博弈的掩护，彻底完成所谓的国家正常化。说白了，就是要摆脱2战后的约束，实现帝国军事化的复辟，重新成为一个能打仗、能称霸的军事大国。这种贴着红线疯狂试探的做法，无异于火中取栗，简直是在拿整个日本的命运开玩笑。而这种挑衅已经精准踩到了北京绝对不能碰的红线。台海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中方高层早就严厉警告过日本，如果日本胆敢武力介入台海，必将遭到迎头痛击，付出惨痛代价。但高市早苗显然没有要踩刹车的意思，反而变本加厉，一步步走向危险的深渊。就在2月20日，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把现在的区域环境形容为严峻复杂，公然宣称要在今年内修订日本的安保3文件。而这次修订的核心就是彻底突破战后约束，提前实现防卫费占 GDP 2% 的目标，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取消武器出口限制，大力发展远程打击、高超音速武器与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明目张胆打造进攻性军事力量。更让人警惕的是，日本国内还囤积了约47吨的钚，理论上这足够制造数千枚核弹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旦日本真的造出核武器，整个亚洲的安全局势都会被彻底打乱。一边大力推动修订法案，赋予自卫队所谓的反击能力，把过去几十年来的专守防卫直接切换成主动打击；一边在经济上高度配合华盛顿的对中围堵战略，限制半导体设备、关键材料的出口，试图在科技上掐咱们的脖子；一边在安全上磨刀霍霍，一边在经济科技上搞小动作。这种政经分离、左右横跳的做法，北京全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面对这种赤裸裸的挑衅，北京这次没有选择在台海问题上跟日本打外交泥巴战，而是精准开辟了另一个战场——经济战场，一个让日本最痛却又最难以反击的战场。可能有人会说，咱们这次的制裁是不是太突然了？其实不然，这场反制早就有迹可循，有一条非常清晰的辅线。早在今年1月份，北京就已经宣布全面禁止所有军民两用物资对日本军事用户或军事用途的出口。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不过又是一个原则性的姿态，说说而已，不会真的动手。但2月24号公布的这份20家企业的黑名单，明明白白地告诉全世界，北京不是说说而已，是动真格的，
是要彻底算总账了。以前咱们只是笼统的限制对日本军事用户的出口，现在是直接点名做记号，整整20家，一个都跑不掉。制裁力度也分等级，严重的直接一刀毙命，全面禁运，断其所有后路。轻一点的就用繁琐的审批程序绑住你的手脚，让你寸步难行。想进口关键材料比登天还难。这等于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东京，你想扩军备战，想搞军国主义复辟，没问题，但你得先掂量掂量，你的兵工厂里还有没有米可以下锅，你的企业还能不能撑得住。说到这里，肯定有很多家人纳闷了，速霸陆不是卖家用休旅车的吗？三菱不是做客厅里的空调，家里的叉车的吗？怎么一转眼，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品牌全成了日本防卫省的御用兵工厂了呢？这就是日本军工产业最深层的伪装，也是最阴险的地方。披着民用企业的外衣，干着军工制造的勾当，一边在中国赚大钱，一边偷偷支持日本的军国主义。今天咱们就一个个来拆解，把他们的伪装彻底撕下来。在这份黑名单里，最刺眼的无疑是三菱重工，它可是日本自卫队最大的兵工厂，表面上是造空调、造叉车、造电梯的民用企业，背地里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核心支柱。三菱造船的前身就是二战时期建造巨型战舰武藏号的造船所，当年就是靠着造战舰给日本的侵略战争帮凶。到了今天，它依然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神盾级驱逐舰的核心供应商。去年才刚向日本自卫队交付了最新型的神盾舰，这艘军舰搭载了先进的雷达和导弹系统，说白了就是为了针对中国打造的。更关键的是，它还配合日本政府为菲律宾海巡署建造了专门在南海频繁挑衅的巡逻舰。这些巡逻舰经常在南海搞事，挑衅中国的主权，背后全是三菱重工的影子。而三菱重工的航空发动机部门更是包办了日本航空自卫队所有战机引擎的维修与运作，还深度参与了美军 F-35隐形战机的组装。咱们可以直白地说，没有三菱重工，日本的战机就只是一堆飞不起来的废铁，根本形成不了战斗力。除此之外，三菱重工在中国还有大量的民用业务，比如和海尔、金陵合作生产空调，在大连生产叉车，在沈阳生产水泵。这些业务每年能给它带来巨额利润，支撑着它的军工研发。说白了，就是咱们中国人的钱，间接帮他造了针对我们的武器，这能忍吗？绝对不能。再来看看川崎重工，这家公司比三菱重工更隐蔽，但野心一点也不小。它旗下的航空宇宙系统公司是日本防卫省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日本防卫省最倚重的 P-1 反潜巡逻机、C-2 运输机，全都是川崎重工造的。大家可别小看这两种飞机。P-1 反潜巡逻机长期贴着海面飞行，专门在东海防空识别区边缘蹭来蹭去，飞得又低又隐蔽，目标只有一个：偷听海面下的风吹草动，侦察中国的潜艇动向。一旦发生冲突，它就能第一时间发现咱们的潜艇，给日本的反舰导弹指引目标。而 C-2 运输机就是个大力士搬运工，专门帮日本往西南诸岛的军事基地送兵送装备，比如导弹、雷达、弹药。说白了，就是为了强化日本在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为介入台海做准备。更值得警惕的是，川崎重工还一直插手火箭计划，投入大量资金研发火箭技术。这代表什么？它不只是在造飞机，而是随时准备冲出大气层，搞太空军事化。说穿了，这就是在帮日本未来的太空战争铺路。一旦日本掌握了成熟的火箭技术，稍微改装一下，就能变成能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导弹，这危险程度可想而知。和三菱重工一样，川崎重工也在中国有不少民用业务，比如生产轨道交通设备、工业机器人。这些业务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也给他的军工研发提供了资金支持，一边赚中国的钱，一边害中国，这就是日本企业的真面目。接下来咱们说说大家最熟悉的速霸陆。很多人以为它只是一家造四驱车、休旅车的车企，性价比还不错，不少中国人都买过它的车，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前身其实是二战时期大名鼎鼎的中岛飞行机，也就是零式战机的娘家。
当年中岛飞行机造的零式战机在二战中犯下了滔天罪行，轰炸中国，轰炸东南亚，双手沾满了鲜血。到了今天，速八陆依然没有摆脱军工的影子，它依然是日本陆上自卫队武装直升机的核心产地。日本自卫队的很多武装直升机都是速八陆造的。更让人没想到的是，美军引以为傲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波音客机的中央翼核都离不开速八陆的生产线。它根本就不是什么单纯的车企，分明是披着民用车外壳的空中兵工厂。咱们可以想象一下，你买的速八陆汽车，它的生产线同时也在造针对中国的武装直升机，你的钱间接变成了对准我们的枪口，这是不是细思极恐？如果说三菱重工是日本军工的骨架，川崎重工是手脚，那 IHI 集团就是日本军工的心脏。这次的黑名单上， IHI 集团一口气有6家子公司被列入，可见它的重要性。IHI 集团是日本引擎、火箭、高阶材料背后的隐藏大佬，低调到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但它的实力却强得可怕。不管是日本军用引擎的维修保养，还是制造导弹、火箭所需要的耐高温特殊材料，全被它牢牢掐在手里。说穿了，日本如果真的想搞远程导弹，甚至现在最热门的高超音速武器，没有 IHI 集团点头，没有它提供的核心材料和技术，根本就是门儿都没有。除此之外，造出那艘出云级直升机航母的日本海洋联合，包办军用雷达和网络战设备的 NEC 和富士通，还有日本的防卫大学，号称日本 NASA 的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也都在这份黑名单上。表面上，这些机构和企业都说自己是为了和平开发太空，推动科技进步，但大家都心知肚明，能把卫星送上天的火箭稍微改一改，就是能携带弹头的导弹，能发射卫星搞科研，自然就能搞军事侦察、太空作战。日本这套军工体系根本就是在超前部署，一步步朝着军事大国的目标迈进，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的核心材料和庞大市场的支撑。以前很多日本企业最爱玩这一招，披着一张民用的皮，偷偷摸摸从中国进口精密芯片、特殊材料，表面上说是用来生产空调、汽车、电子产品这些民生用品，私底下却偷偷拿去改装军用装备，用来造导弹、造战机、造军舰。这种白手套的游戏，他们玩了很多年，真以为大家都看不出来？真以为北京会一直容忍他们？这些日本企业一边在中国市场赚得盆满钵满，获取庞大的商业利益，回过头来却把这些赚来的钱拿去支撑日本的再军事化，去支持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复辟，去打造针对中国的武器。这种吃里扒外、忘恩负义的做法，北京早就忍无可忍了。所以这次北京干脆直接掀桌子，这份20家企业的黑名单一出，等于是把这些企业通通拉到大太阳底下晒，把他们的伪装彻底撕下来，让全世界都看清楚他们的真面目。你不是想造武器搞扩张吗？不好意思，你需要的关键原材料我们直接断供，粮草直接掐断。这招真的太狠了，也太准了。因为对这些军工巨头来说，没有中国提供的这些工业维生素，不管你的装备设计的再先进，不管你的图纸画的再漂亮，最后也只能留在图纸上，根本连动都动不了，只能变成一堆废铁。北京这一绝招精准地切在了日本攻击性军力的大动脉上，一剑封喉，让日本的扩军计划瞬间陷入停滞。讲到这里，肯定有很多家人不禁要问，堂堂日本，一个把工匠精神挂在嘴边，动不动就吹嘘自己精密制造世界第一的科技大国，怎么到了这关键时刻，连造导弹、拼个引擎的底气都没有？连北京的一纸名单、2份公告就能轻易掐住他的咽喉。答案其实就藏在2个字里：稀土。大家可能很难想象，日本在制造精准导引武器、隐形战机、高效能军用引擎时所必须用到的重稀土，比如锂、铝、铬这些，几乎是100%依赖中国供应商。没有中国的稀土，日本的军工产业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依赖，
这是物理法则层面的降维打击，是日本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坎。日本要造神盾舰的雷达，离不开重稀土；要造导弹里的耐高温永磁电机，离不开重稀土；要造战机的引擎叶片，离不开重稀土；甚至连导弹导引头的磁性材料也离不开重稀土。没有中国提炼的这些工业维生素，川崎重工的精密机床就会失去精度，造出来的零件不合格。IHI 的航空发动机叶片就扛不住几千度的高温，一启动就会融化。导弹导引头的磁性材料在高速飞行中就会直接退磁失灵，导弹根本打不准。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概念？北京这一招等于直接抽掉了日本战争机器的脊梁骨。你图纸画的再漂亮，没有这些核心元素，造出来的就是一堆只会生锈的废铁，根本形成不了战斗力。咱们用数据说话更有说服力。全球的稀土冶炼分离产能，中国占比超过90%，也就是说，全世界大部分的稀土都是中国提炼加工的。我们掌握着全球稀土产业的话语权。而日本自己的稀土自给率呢？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连1%都不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有人可能会说，日本可以去别的国家买啊，或者自己去挖呀，哪有那么简单？就算日本现在硬着头皮去深海挖稀土，成本会暴增3到5倍，而且产量还少得可怜，根本满足不了它庞大的军工需求和民用需求。最讽刺的是，就算日本好不容易从深海挖出来一点稀土原矿，最后还是得乖乖装船送到中国来精炼。因为全世界只有中国有成熟的稀土精炼技术，能把原矿加工成可用的稀土材料。日本想要实现所谓的稀土自主，最乐观的估计也要再苦熬10到15年，而且还得投入巨额资金，能不能成功还不一定。这可不是我在唱衰日本。日本学者大西广就非常坦白地说过，三菱重工、川崎重工这些企业过去就是靠着从中国进口稀土，转手做成高阶军工产品，赚取了巨大的利益。现在正是这些企业重新认清现实的时候。三菱造导弹需要中国的磁材，川崎造飞机需要中国的钛合金， IHI 造火箭引擎更需要中国耐高温的稀土涂层。如果这些东西通通断货了，高市早苗拿什么去介入台海？难不成要让日本自卫队拿着设计图和武士刀去前线冲锋吗？简直是天方夜谭。其实北京这次制裁最致命的杀招还不是断供稀土打击企业，而是将会引发日本内部的政治过敏反应，让日本自己从内部撕裂。大家想想，当高市早苗在国会殿堂上大谈扩军梦，挥斥方遒，吹嘘自己能带领日本成为军事大国的时候，三菱、川崎、速霸陆这些巨头的董事会恐怕早就气到想摔杯子了。这次的股价暴跌可不是单纯的市场波动，这是在挖自民党的根，是在断日本政客的钱袋子。大家都知道，这些百年财阀向来是日本政坛最核心的金主，自民党能长期执政，离不开这些财阀的资金支持。政客们砸钱供养政客，图的不是什么国家大义，不是什么军国主义复辟，而是稳定的商业利益，是能在中国市场、全球市场赚更多的钱。过去，日本财界一直有一种侥幸心理，觉得可以政经分离，让政客去喊口号讨好美国，自己则继续在中国市场赚得盆满钵满，两边都不得罪，两边都能捞好处。但现在北京这2份名单直接把这层遮羞布给扯下来了，把政客的狂言和企业的利益直接绑在了一起。当金主的饭碗被政客的狂妄言论给砸碎的时候，三菱的社长会如何指着外务省官员的鼻子大骂？川崎重工的股东会如何质疑高市早苗政府的战略？这些财阀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必然会反过来向日本政府施压，甚至会亲手掐断那些狂妄政客的政治生涯。这种来自内部的撕裂，这种财阀与政客的对立，才是日本最无药可救的内伤，也是高市早苗最怕的事情。他最怕的不是北京的制裁，而是自己的金主倒戈，自己的政权垮台。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一个背后的黑影，
一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角色——美国。日本政府今天之所以敢这么肆无忌惮的踩红线，之所以敢明目张胆的扩军备战介入台海，背后很大程度上就是有美国的默许和支持。随着美国为了全面遏制中国，已经到了不惜养虎为患的地步，他们不但大开绿灯，放宽了对日本的军事技术转让，把先进的武器技术卖给日本，甚至还默许日本发展具备攻击性质的高超音速武器远程导弹，就是想把日本打造成遏制中国的马前卒，把日本推到第一线当战术耗材，去消耗中国的战略资源。哪怕日本再次走向军国主义，哪怕日本未来会反噬美国，只要能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华盛顿的政客们就在所不惜。就在上周，日本自卫队还刚跟美军的 B-52 战略轰炸机在东海和日本海周边秀肌肉，搞联合军演，不断重申要强化日美同盟的威慑力。说白了，就是在向中国挑衅，就是在给日本撑腰。但华盛顿的政客们似乎得了健忘症，他们忘了，日本可是个有着严重军国主义前科的国家，历史早就给过血淋淋的教训。当年日本就是在美国的纵容下一步步崛起，最后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偷袭了珍珠港，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现在美国又在重蹈绥靖政策的覆辙，再次纵容日本，这无疑是在养虎为患，迟早会自食恶果。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历史性的大审判。那场审判的核心精神就是要彻底解除日本的武装，确保它永远不再走上军国主义的老路。可80年后的今天，东京似乎把这段历史忘得一干二净，美国也似乎把这段历史抛到了脑后，两者沆瀣一气，一步步把亚洲推向冲突的深渊。而日本呢，更是将计就计，借着美国的支持，演了一出精彩的借尸还魂。他们近年来拼命在国际场合卖惨喊冤，哭诉自己被束缚，不能正常发展军事，就是为了谋求所谓的正常国家地位，摆脱二战后的约束。特别是在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的野心已经不藏了，他正加倍努力，试图把日本打造成全球顶级的军工强国，疯狂放宽国防出口限制，把日本造的杀人武器卖到全世界，企图通过军火贸易来绑定盟友，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说白了，他们就是想借着巩固日美同盟的机会，孵化自己军事大国的野心，一步步实现军国主义的复辟。但日本忘了，他的命脉一直捏在中国的手里，他的经济一直依赖中国的市场，他的军工一直离不开中国的稀土。他天真的以为自己可以一边在经济上吃中国市场的红利，一边在安全上死死绑定美国的大腿，一边在军事上不断挑衅北京的底线，左右逢源，投机取巧。但2月24号公布的这份名单，彻底砸碎了日本这种不切实际的美梦。北京今天的举动，无疑是给东京敲响了一记震耳欲聋的警钟。你可以选择忘记历史，但你必须学会面对现实。你可以叫嚣着准备战争，但你必须有能力承受代价。这场没有硝烟的资源与地缘大战才刚刚打响。大家不妨思考一下，华盛顿下一步会怎么出牌？是继续纵容日本，还是会因为日本被制裁无法再充当马前卒而改变策略？被掐住脖子的东京又会不会狗急跳墙，做出更疯狂的举动？大家别忘了，美国一直把日本当作亚洲的军工厂和维修中心，指望日本能在战时帮美军修船、造弹药、维持后勤。但现在，如果日本连自己的神盾舰都因为缺了中国的重稀土特种涂层而面临停工，如果三菱重工连自己的战机引擎都造不出来，那他拿什么去帮美军修船？如果川崎重工连自己飞机的精密零件都凑不齐，那他又拿什么去帮美军维持后勤？北京这一招隔山打牛，看似打在东京身上，真正打痛的其实是华盛顿。这就是美日同盟最脆弱的阿喀琉斯之踵。美国在战略上武装日本，但日本在物质上却被中国死死捏在手里。这种矛盾是美日同盟永远无法解决的死穴。这就触及到了美日同盟的灵魂拷问：
一旦台海真的发生冲突，你猜一向奉行美国优先的华盛顿还会不会为了一个岛国去冒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的风险？答案不言而喻，肯定不会。美国从来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旦日本失去了利用价值，一旦美国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他会毫不犹豫地把日本当成弃子，抛之脑后。说到底，北京这一刀明面上是制裁日本的20家军工企业，暗地里却是一场高明的离间计。它直接废掉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争外包计划，直接打破了美日同盟的虚伪面纱。他用最冷酷的物理规律和供应链现实，向日本社会也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件事：美日同盟的条约写得再漂亮，再天花乱坠，在绝对的供应链降维打击面前，也不过是一张随时会被废弃的废纸。日本政客们想要依靠美国狐假虎威，想要借着美国的势力实现军国主义复辟，想要介入台海挑衅中国，最终只会落得个被当成弃子、自食恶果的下场。30、川崎被断粮，股价暴跌，只是一个开始。日本内部的撕裂，财阀与政客的对立，才是真正的致命伤。而美日同盟的裂痕只会越来越大，最终走向分崩离析。家人们，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相信大家现在都看明白了，北京这次的制裁不是一时兴起，不是简单的报复，而是一场精准、高明、致命的战略反击，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有力遏制，是对美日同盟虚伪面纱的彻底揭露。这场博弈还远远没有结束，华盛顿和东京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动作，我们拭目以待。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看清事实真相往往比获取信息更难。与其随波逐流去焦虑，不如静下心来读懂局势背后的底层逻辑。这里是晴子见闻，和你一起看懂世界，咱们下期再见。